恶霸仗着自己浑身是刀，在村子里横行霸道，却遇见了一代刀王，一身短刀被尽数插在头顶，只能老老实实跪地求饶。7月14，武林圣地，一代刀王与一代枪王再次决战，势必要战出一个天下第一。随着一声锣响，两人当即站在一起。枪乃百兵之王，一远战即近攻。枪王招式凌厉莫测，一点寒芒，枪出如龙，一直在寻机拉开身位决战。可正所谓一寸短一寸险，刀王明白长枪最锋利之处只在枪头6寸，短兵与其相接，失于行，败于势，唯有勇往直前，将自身置于6寸之位，才有制胜良机。二人俱是武林绝顶，厮杀多时也不过是削掉彼此的眉毛胡子。不多时，又是一声锣响传来，此战再次不分胜负。自古不打不相识，更何况两人已经打了15年，早已惺惺相惜，彼此心中难有杀伐斩敌之气。直到看到路边鸟儿相斗，刀王灵机一动，既然两人之间难以下杀手，不如各自收徒，以10年为期，传下衣钵。两个徒弟互不相识，绝对可以代替他们分出胜负。刀王在街上闲逛，意外撞见了合适人选。凑巧有恶霸强行收取保护费，寻常小贩只能奉上钱财息事宁人，但一个卖瓜的愣头青小伙不干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手持菜刀反抗。可几个流氓毕竟会几手功夫，愣头青匹夫之勇也只有挨打的份儿，却令刀王眼前一亮。刀法最需要的正是这种搏命之士，随即暗中相助教训恶霸。哪怕恶霸全身是刀，威风凛凛，可在刀王面前也不过是班门弄斧，一手插刀，一手耳光。很快恶霸头顶便插满了刀，知晓厉害后连忙抱头鼠窜。刀王想借救命之恩收徒，但愣头青因为从来不求人，断然拒绝。刀王却越发想要收下愣头青，因为他绝亲绝情绝恩绝义，而且还没有成家，正适合修习自己的6绝刀法。愣头青依然拒绝，自己有家有室，也何必去练刀？刀王也不再强求，随即离去。愣头青颇为得意，可等他收摊回家，却发现自己的茅屋燃起熊熊大火，却是刀王故意放火，不仅一边救人一边放火，甚至还将他的摊子一把火烧掉。愣头青气急，一路追杀刀王。刀王故意将他带到宗族祠堂，引诱怒气上头的愣头青将所有灵位劈了个粉碎。这下愣头青彻底在村子待不下去。刀王又笑嘻嘻出现，告诉他现在只有2条路可走，一是要饭，二是拜师。愣头青心高气傲，宁愿去要饭也不肯低头。刀王再次言语相激，想要找他报仇，就要先学他的武功。要不是打不过，愣头青早就一刀劈了对方，最终咬牙切齿答应拜师。而另一边，枪王也找到了弟子人选。一日，主仆2人正要过河，船夫一竹竿精准戳在木桩上。枪王一时兴起，亮出自己的银枪，声称只要能戳中枪头，就以一定银子相赠。船夫立时痛快答应，只见枪王一杆银枪舞动如风，令他眼花缭乱。正不知如何应对时，瞥见一旁仆人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径直向仆人戳去。枪王一时情急，只好挡下，一锭银子交出。船夫得意夸下海口，枪王也彻底起了兴趣，银枪对上竹竿，招招凌厉非凡。船夫这才知晓遇见了高手。小船上两方各怀心思，船夫想要学得枪法威风八面，枪王也对他的聪慧颇为满意，但又怕轻易收徒，他不会专心修习，便故意刁难，让他吃点苦头。船夫也是果断，直接自绝后路，两边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枪王也收下船夫，教授5穷枪法。两边徒弟各自开始了修炼。想要练刀，首先要学习拿刀。刀王让愣头青手握小鸟挥拳，一旦用力过猛，小鸟就会死掉，而手上力道变松，小鸟则会挣脱束缚飞走。如何拿刀也是相同道理，只有灵活多变才能做到随心而动。而枪王师徒这边，
船夫本就有着耍棍的底子，他只需要从谣传的思维中脱离出来，将其转变为枪法即可。待两人基本功练好，两位师傅各自传下看家本领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两人的武学稳扎稳打，进境飞快。等到愣头青练至纯熟，刀王传下搏命单刀要诀：刀客对战，切忌先行出刀。只因刀客的刀与自身武学息息相关，一旦先行出刀，便会暴露自己的武功路数。而所谓夺命枪，则是抱着必取对手性命的心态，招招不离其要害。白驹过隙，一晃10年已过，两位弟子跟随师傅勤练不辍，武学已是与授业恩师不相上下，颇有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意。10年之约已到，师傅们也开始着手布置。于是某日，刀王故意收拾行装，作势离开，声称愣头青的刀法已尽得真传，只是缺乏实战经验而已。若是自己此时不走，恐怕真的要被一刀劈死。愣头青顿时得意嗤笑，眼见徒弟上套，刀王又称自己有个干儿子，学得一手好枪法，号称一代枪王。愣头青刀法大成，信心爆棚，当即就要与那使枪小子斗上一斗。而船夫也学成出师，枪王诱骗他打败刀王，名扬江湖。为了更好辨识，直接将他的名字改成一代枪王。在仆人的引导下，船夫与愣头青终于碰面。两人相约在武林圣地开启宿命般的决战，两人互不相识，出手自然毫不客气。哪知未过数招，竟有人出面搅局，直接将两人擒下。一个八脸男子更是出手狠辣，直接将仆人打杀。原来男子名为笑霸天，多年前也是一名江湖高手，曾独自挑战枪王，却是不敌，被一枪划破脸颊。接着再去挑战刀王，又是被一刀砍在手背。笑霸天怀恨在心，苦练多年，终于习得一身武功。如今再次现身，立誓不择手段，一雪前耻。徒弟被抓，两位师傅再也坐不住，而笑霸天也早已恭候多时。召集4名经过特殊训练，分别号称天下无敌的手下。随着萧霸天一声令下，4人分为2批，各自对战2名师傅。这4人专门做过针对性训练，彼此更是拳脚不俗，配合默契，令2位师傅一时不察，都吃了小亏。可2位师傅毕竟经验丰富，稳下心神，发力猛攻，很快就将2人逐一击破。然而一直在旁坐山观虎斗的笑霸天终于下场。2位师傅年事已高，体力早已不胜从前，又经过方才4人一番消耗，此刻即便联手也未必能够取胜。但2位师傅不服老，枪王率先出击，招招直取对方命门，却不想笑霸天一口关刀也是耍得虎虎生风，任凭枪王长枪一往无前，也难以突破他的刀锋。已是迟暮之年的2人，如今有心无力，即便轮番上阵，也不是笑霸天对手。刀王一口长刀勉强接住对方的猛烈攻势，刀锋上却被砍出一排排缺口。眼见己方处于劣势，刀王提议由自己拖住对方，让枪王去将2人弟子救出。然而笑霸天知晓2人用意，跟着打进牢房。刀王被一刀劈倒在地，枪王也是穷途末路。船夫见状赶紧上前帮忙，见愣头青依然假装漠视，刀王两眼一翻，直接装死。这下愣头青再也装不下去，一声师傅随即喊出，刀王瞬间回神，感慨他终是叫了自己一声师傅。2位师傅自知回天乏术，呵斥2位弟子赶快逃命，自己却倒在了关刀之下。2位徒弟逃出升天，愣头青率先沉不住气，当即就要去找笑霸天报仇。船夫看得通透，就连2位师傅都不是对手，自己2人去挑战与送死无异。可嘴上说着不去，身体却还是紧跟上愣头青。在经过一群孩子玩闹时，偶然间看到他们用磁铁钓铁鱼，顿时灵光一闪，计上心头。不多时，2人闯入笑霸天府邸，故意挑衅他。笑霸天狂傲自大，跟随2人追至郊外，却不知2块硕大的细铁石正等着他。强大的磁力顿时令他的关刀受制，2人为此也并未携带武器。而没了武器的笑霸天一身武功失去6七，船夫以手作枪，一招直击笑霸天丹田。愣头青以臂带刀，趁势穷追
挥猛打，两人默契配合，发力猛攻，两相合力，终是报了杀师之仇。两位徒弟将师傅安葬在武林圣地，为了了却师傅生前心愿，两人应该比试一场。话音刚落，两人迅即站在一起，可枪头6寸刺不中对方要害，搏命单刀也砍不到对方皮肉。两人并肩作战，早已是过命交情，如师傅们一般难以舍命厮杀，最终还是不分胜负，平局收场。天下第一虽好，可在真挚的友情面前，区区虚名也不过是随手可抛。